查理，你可真能藏手艺！昨晚那糖醋鱼、麻婆豆腐，味道直接碾压宫廷御厨。要是决赛前就让你露一手，咱们士气绝对拉满。说的没错，只可惜现在再回味，只剩满心堵得慌。2楼一点动静都没有。艾瑞克他会不会？别胡思乱想，艾瑞克心思缜密，还有副院长撑腰，肯定能化解麻烦。你自己都不信这话吧？阿维特梭大帝颁奖时看艾瑞克的眼神，哪里是欣赏，分明是猎人锁定猎物的审视。昨晚他提前离席，只说身子累了，可攥着酒杯的手指，用力到指节都堵起泛白。你的手艺真能媲美宫廷厨师了，可惜往后怕是没机会再吃到了。艾瑞克毕竟是大赛功臣，陛下说不定会网开一面放过他。你忘了历史课的暗月审判？300年前，就连王室旁支的黑暗魔法师都难逃一劫。帝国只想要黑暗魔法的研究典籍，从来不需要活着的黑暗魔法师。我上去看看他。勿念，归处自有定数。原来从动用黑暗魔法那一刻，他就没打算全身而退。查理，艾瑞克他是不是走了？人已经离开了，一起并肩拿下全国冠军，闯过火山秘境，他怎么能独自不辞而别？凭什么？凭黑暗魔法师就要被帝国肆意拿捏？凭他挺身而出护住全队，就要落得孤身远走的下场？明明我们赢了荣耀，可怎么感觉弄丢了最珍贵的伙伴？宿命从来不是定数，他为我们赌上未来，我们就绝不会放任他独自漂泊。伯明翰先生，您是不是知道艾瑞克失踪的内幕？您快告诉我们，艾瑞克到底去了哪里？你们心里是不是都认定艾瑞克已经不在人世了？艾瑞克是我们帕拉西克学院最强的天才学员，就因为身具黑暗系魔法天赋，就要被帝国规则无情抹杀吗？阿维提斯大帝并没有处死艾瑞克，但大帝也从未给过他自由。帝国急需黑暗魔法的研究成果，更看重艾瑞克这种光暗双系的绝世天才。他如今被关在暗研究院，由大帝亲自看管，名义上是潜心研究，实则就是终生囚禁。原来当初大帝的夸赞根本不是欣赏，而是早有预谋的算计。一代绝世魔法师竟沦为帝国肆意收藏的棋子。那艾瑞克还有机会回来吗？我们还能再见到他吗？暗研究院的大门从来都是只进不出，唯一的慰藉就是他尚且活着。我一直想不通，诺曼帝国向来明令禁绝黑暗魔法，为何还要专门设立地方研究这类魔法？我接下来要说的真相，只有帝国高层和顶尖超凡强者才有资格知晓。现在告诉你们为时过早，你们能发誓把今日所见所闻永远烂在肚子里吗？我以魔法师的名义起誓，绝不向外泄露半个字，绝不连累艾瑞克。艾瑞克是我大哥，我死都不会出卖他。我也发誓，严守秘密。我们都明白轻重，绝不会私事外传。你们务必记牢，今日所有对话，半个字都不能对外派露。一旦泄露，不仅你们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会给艾瑞克带来灭顶之灾。我们西奴曼帝国和东边君士坦丁的拜占堂势力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平。你应该清楚，你父亲的军功是从何而来吧？我当然知道，父亲的军功全是在和拜占庭帝国的对战中立下的。没错，拜占庭帝国对黑暗魔法零容忍，教会掌控着整个国家的大权，将黑暗魔法视为必须彻底灭绝的异端。在他们那里，光明魔法至高无上，光系魔法师更是被奉为神明的侍奉者。巴亚廷的光明魔法天生底蕴强横，还能借助万千信徒的信仰之力加持，他们将这种力量称之为神术。
一旦开战，我们帝国的各类元素魔法都会被他们的神术强行压制，就连我们本土的光系魔法也根本抵挡不住信仰之力加持的神术。被动压制，毫无还手之力吗？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能完美克制拜加童神术的力量，唯有黑暗魔法。帝国境内所有黑暗系魔法师，最终大多都会被强制送往东线战场，这是只有军方高层才知晓的隐秘规则。拜占庭教会神符的权力，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他们的神术是无数信徒的信仰雕铸而成。普通光系魔法只能治愈皮肉伤口，而他们的神术能做到断肢重生，净化之火可以焚烧一切异端元素。但信仰之力越是纯粹，就越是惧怕黑暗元素的侵蚀。拜占庭强者能硬扛雷霆烈焰魔法，却会在黑暗元素侵蚀下浑身溃烂。他们的神术防御屏障能抵挡巨型工程锤，却挡不住黑暗魔法师的精神渗透。原来那些被帝国无故带走的黑暗魔法师根本不是失踪，全都被送上了最凶险的东线战场。帝国从来没有真正禁绝黑暗魔法，只是把这股力量悄悄隐藏，像藏起一把绝世利刃，一旦战事开启，便会立刻出鞘杀敌。以艾瑞克的逆天天赋，注定会成为帝国这把最锋利的暗系利刃。原来大帝打量艾瑞克的眼神，根本不是猎人看待猎物，而是将军在衡量一把绝世兵器的价值。那奔赴东线战场的黑暗魔法师还有活着归来的机会吗？东线战场九死一生，10个黑暗魔法师里未必能有1个活着回来。记住，今日你们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不知道。守住这个秘密，既是守护帝国，也是守护艾瑞克。他在东线的价值全在于隐秘，不为人知。孩子们，你们终于回来了！整整30年，我们帕拉斯特终于再夺赛事冠军。院长，我们不负学院栽培。院长，我们拿下冠军，给学院长脸了。好样的，你们都是帕拉西科最骄傲的学子。这场胜利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说下去，我的队友们，马泰欧、莱昂纳多、索菲亚、伊莎贝拉，没有他们，我走不到这里。而这光芒也不仅仅属于我们。它属于这座学院，属于每一个相信魔法、追求真理的人。莱昂纳多在雷电对决中拼尽所有毅力，坚守到最后。索菲伊亚以风系魔法开路，果胆决绝，护住全队安危。马泰欧不惜以身御敌，用肉身拦下致命攻势。圣羽龙风火雷3系无短板，单凭一人绝无胜算，全靠全队默契配合。为帕拉斯克荣耀，为这群英勇少年共饮此杯。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在想什么？副院长，艾瑞克还有重获自由、回到我们身边的机会吗？帝国权势大门只向2类人敞开：一是老牌权势世家，2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强者。安心修炼，拼命成长，等你站到足够高的高度，才有能力为艾瑞克改写命运。说到底，还是我如今实力太弱，我一定要变强，亲手把艾瑞克从黑暗漩涡里救出来。原来真灵是参悟天地万物后凝成的灵魂印记。难道真灵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识？章鱼真灵赋予潮汐巨力，母皇真灵能凝出灵力弓虫。决赛全靠它分解雷火能量，我才能撑到最后。能量边动隐蔽到极致，连诸界回廊监控魔法都捕捉不到，这才是最致命的底牌。再珍贵的魔法宝物，也比不上自身真灵蜕变，实力暴涨。唯有变强，才能守护想要保护的人。
不够，还是不够。院长，我想暂时离开学院，返回城堡修行。我明白，学院的知识已经困不住你了。我承诺，未来3年，每一届全国魔法师大赛我都会参加，但集体训练我无法参与。我不想再被卷入不必要的牵绊。无妨，你只需在决赛亮相即可，初赛无需你费心。这枚令牌可随时出入学院。多谢院长。你刚从诺拔城回来，屁股都没坐热就要走，暑假还没开始呢，就不能多待几天？学院的课程对我没用了，回城堡才能专心修行，而且有些事不能等。查理有自己的节奏，我们该支持他。城堡那边有需要帮忙的吗？孤身一人，多有不便。我知道实力重要，可你也别把自己逼太紧。对了，这学期我把水系防御阵练熟了，下次见面，保管能接你3招火魔法。3招？上次是谁被我1招烧了头发，哭着喊着要报仇？那是我让着你，谁哭了？你别污蔑我。说真的，你一个人回城堡没问题吧？那里就你一个人，万一遇到危险……放心，我有分寸。倒是你们，凯恩，学年考核抓紧点，别到时候挂科。还有伊恩，你的精神力当量该再提一提了。我们不会给帕拉斯摩丢脸，更不会给你拖后腿。你放心去修行就好。好，我相信你们。这是我求的平安符，能防诅咒，你拿着，别弄丢了。谢谢，我会好好保管。御灵镜还差最后一步，可五行真灵迟迟凑不全，急也没用。阴盛阳衰，五行残缺，再这样下去，关照世界根本无法升维。当初得了月之本源还窃喜，没想到反倒弄巧成拙，阴阳失衡，这下麻烦了。道书有云：御灵镜需五行圆满，阴阳平衡。如今金灵缺失，阳气不足，再耗下去只会停滞不前。有了，既然有了月之本源这阴灵，那我再找个阳之本源，凑齐阴阳，不就能平衡了？到时候再补全金灵，突破御灵镜，岂不是手到擒来？说的轻巧，月之本源是机缘巧合所得，阳之本源哪有那么好找？你总不能再去假面店碰运气吧？也是哦，守株待兔也太蠢了。可除了碰运气，我也没别的办法啊。先别想阴阳本源了，金灵才是眼下最大的麻烦。火灵有熔岩世界加持，水木土灵也各有依托，唯有金灵连一点头绪都没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五行缺金，阴阳失衡，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卡在御灵镜一辈子了。急躁无用，修行本就循序渐进。你如今道术也有短板，不如先精进术法，再图境界突破。对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手头的五行真言术还没练到圆满，符箓之法也一直搁置。与其在境界上钻牛角尖，不如先把数字拉满。五行真言术威力还能再提升，符箓之法学会了，不管是防御还是布局都能用。等这俩技能练熟了，再出去历练，到时候金灵、阳之本源，说不定一次性都能找到。这才是正理。五行真言术如今威力不足，无法存续，符箓之法正好能弥补短板，两者兼顾，方能事功倍。你看，就连真言术的金行之力都这么弱，必须尽快补全金灵，不然术法也难以圆满。符箓之法可因五行之力封存，正好能解决真言术即生即灭的问题。等你练会符箓，再配合御剑术，外出历练也多几分保障。好，就这么定了。先练五行术，再学符箓，等技能满级就出去历练。我就不信找不到金灵和阳之本源。你听说了吗？最近帝国各方势力都在暗中活动，就连那不勒斯城也不太平。听说有修士在城外失踪了。真的假的？我还打算明天出城采买呢。这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听说那些失踪的修士都是御灵境以上的实力。这乱世啊，连修士都不安全。听说坎特布雷伯爵那边压力也很大，朝堂上各方势力都在针对他，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
坎特堡里的伯爵可是帝国重臣，应该能撑住吧？不过听说他儿子一直在那不勒斯城修行，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牵连。你们说的是真的？坎特贝兰伯爵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听别人说的，具体的不清楚，只知道朝堂上暗流涌动，很多势力都在针对坎特拜勒伯爵。有没有听说城外失踪的修士和那些针对伯爵的势力有关？不知道，我们就是普通路人，不敢打听那么多，生怕惹祸上身。知道了，你们走吧，以后少议论这些事，免得惹麻烦。父亲，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会尽快变强，不会让你独自面对那些压力。等我出去历练回来，一定会帮你稳住局势。找到了，完整的五行术。真言为引，道印为术，真灵为合。原来如此，这力量比之前强了数倍。修习这术法必定动静不小，得找个隐蔽的地方。露娜小姐，希尔文先生在就好了。要是你们在就好了。罢了罢了，道术可是秘密，独来独往也挺好，总不能暴露底牌。魔形化生，这木形化生印果然厉害。哼，柔中带刚，这水行之力比我想象中还要霸道。焚天印，名不虚传。土行后载，固若金康，完美。怎么回事？为什么金行不行？我明白了，是金行真灵还没凝聚。没关系，只要找到凝聚金行真灵的契机，五行术就能真正圆满。到时候，看谁还敢小看我！道士的独门手段，总该比魔法阵便捷些。一张纸就能封存力量，倒要看看效果。切，还是前人的老法子，威力太弱。我常用的那些术法根本封不上去，哪有那么简单？不过是照猫画虎抄作业，根本没摸到符箓的门道。哈哈哈，原来如此。徐某符箓不是照搬照抄，是要把自己的力量和感悟凝变成符文。那是自然，凭我的领悟力，这点门道还能难倒我？看好了。这才是属于我的符箓。可恶，怎么回事？难道是对生机之力的感悟还不够透彻？也是，万事开头难，急不得。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次一定能成，不能就这么放弃。成了，终于成了！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第一道符箓，太好了！有了这符箓之法，我既有五行术，又有符箓加持，以后就算遇到强敌，也能从容应对。看谁还敢小看我！低调低调。不过这符箓之法确实玄妙，接下来还要试试把金行火行的力量也凝换成符箓，到时候就算是星宫魔导师，我也能轻松拿捏。吾以朱砂为引，以神魂为桥。引动青木之力，赤！好家伙，这符箓竟有如此奇效！无需耗费灵力，仅靠神魂便可催动，还能叠加法术威力。既然靠神魂催动，伊恩他们能不能用？得赶紧做一批试试。虚空凝符，以真灵为印，以灵力为墨。以大道为旨，神魂之力还是不够，待突破御灵境，必能掌握这门妙法。
月雨打磨，总算炉火纯青了。木、水、火、土四行真灵皆有雏形，唯独金行缺失。没有金行真灵，五行术不圆满，御剑术也差了锋芒。这要是遇上强敌，岂不是致命隐患？伊恩说，伯爵被各方势力逼迫，平静的日子恐怕真的不多了。必须尽快凝聚金行真灵，只有变强，才能在风暴中立足，才能护住伯爵大人，保住自己。金行真灵总该有踪迹可寻。查理，查理，露娜，怎么了？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快，希尔文先生让你去学院一趟，他给我加持了风系魔法，让我尽快找到你。希尔文先生，难道学院出了状况，还是伯爵大人那边有消息了？不知道，希尔文先生只说让你尽快过去，10万火急。走，露娜，我们现在就去学院。这么快？你这身法怎么精进的这么快？寻常骑士都未必能及。院长先生，此事稍后再议。是不是伯爵他出事了？你猜的没错，坎特百勒伯爵出事了。3日前，戈尔特人首领遇刺，生死不明。两国战事一触即发，竟只带一列亲卫走出防线，孤身去米西亚省谈判。如今已经过去5日，他连个人影都没传回。第5军团副军团长，也就是第7军军长暂代指挥，竟连一兵一卒都没派去接应。伯爵临行前定然有过安排，对不对？他临行前明确下令，1日后分3批派队伍去瓦勒岩平原接应。可那第7军军长伪造了军事委员会的印证，下了伪令，严禁任何部队出击。这么说，父亲现在很可能被围困在米西亚省的峡谷里，连传讯的机会都没有。瓦勒金平原4周都是峡谷，一旦被戈尔特人堵住退路，后果不堪设想。那第7军军长迟迟不发援兵，这里面的猫腻恐怕不简单。院长先生，我要去米西亚省找到他，把他带回来。胡闹！你根本不知道战场是什么炼狱，就凭你这点微末道行，连日曜级都没摸到，去了就是送命。我已经是日曜级了。你说什么？1年前你才刚突破月影级第2阶段，这才多久就敢说自己是日曜级？你当这境界是菜市场的萝卜白菜？日曜级的精神力运值至少要2万夸特，你以为老夫会信你的鬼话？你要是能让这仪器亮到第3格，我4万夸克，这不可能！1年时间连跳2级，还直接冲破日曜级中期，你小子莫不是神明的私生子？院长先生，我知道战场凶险，但父亲不能出事。我现在完全能使用日曜级魔法，保命不成问题。他需要我。罢了，你这小子的修行速度已经不能用常理衡量。但战场不比学院，戈尔特人的狼骑兵能撕碎铁甲，暗箭与阴谋更是防不胜防。你当真要去？当真。父亲因守护米西亚州身陷险境，我不能坐视不理。得，你这轴脾气跟你父亲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行吧，我给你准备保命的魔法物品和魔药，再让露娜陪着你。她的风系魔法躲巡逻队一绝，记住，保命要紧。要是苗头不对，撒丫子就跑，别犯傻硬刚。放心吧，院长，我一定会保护好查理，也会帮他找到伯爵大人的。你就打算这样赤手空拳闯战场，嫌命太长了？先生还在险境，我不能等，请先生指点。戈尔特人的主力盘踞在黑岩山脉，伯爵谈判的瓦莱林平原在山脉南麓，地势开阔，却是绝佳的伏击点。第7军按兵不动的消息已经传开，对方早布好了天罗地网。我本想亲自驰援，但这几日那布勒斯城外总有一股精神力如影随形，强度和我不相上下。我若出城，必遭缠杀。你该知道，2个高等级魔法师在人口密集区交手，后果是什么？院长先生，您是为了城中的平民，才甘愿被困在这里。既然你已征日曜之境，我且交给你3样保命之物，祝你驰援伯爵，平安归来。手镯，先生，这是给我的。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宝贝。这是空间魔法物品，先生，这可是星界黑曜石为核，耗费100年锻造的至宝啊！整个帝国都寥寥无几。小伙子很识货，
这手镯内有3平方米的储物空间，可放魔法物品、魔药，还能短时间保存超凡物品。你此去凶险，多些储物之地，总能多一分保障。先生，这宝物太过珍贵，我不能收。收下，你此去凶险，正好用得上。这不是施舍，是我对你的期许，也是对你的信任。先生，谢谢您。自我来到这里，您待我如师如父，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别急着抱，看看这个。你这小子眼里只有空间宝物，却不知这书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先生，这太贵重了，我拿着。火系魔法最善攻坚破阵，哪怕你暂时用不上，日后慢慢琢磨，总能琢磨出些门道。这典籍能帮你在战场上多一分胜算。先生放心，我一定好好保管，不辜负您的期望。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最关键的一样，灵魂魔法。是灵魂魔法，先生，您竟然精通灵魂之道。答对了，寻常场合不便传授，唯有在这灵魂空间中，才能将灵魂魔法的真意毫无保留地交给你。灵魂魔法最善探查人心，破除幻象。坎特拜尔伯爵被困之地，必然布有精神陷阱。灵魂魔法或许能帮你识破迷局，救出伯爵。记住，灵魂之力无形无质，却能穿透一切虚妄。关键在于守住本心，以神魂为引，方能掌控这股力量，不被幻象所迷惑。查理，快上来，我载你飞，能省不少力气。不用全程载我，我们交替来，你累了就换我跑。好，听你的。查理，你还记得学院后山的那只胖松鼠吗？上次它偷了我的松果，被我追得满山跑。记得，还是我帮你把松果抢回来的。失手了，还好没伤到他。查理，你刚才做了什么？那小鸟怎么突然掉下来了？刚学会的灵魂魔法，没想到威力这么强，差点误伤了他。好厉害，比精神魔法还神奇，都看不到魔法波动。查理，你太牛了，这一招比学院的导师还厉害。不能再飞了，哨塔周围有反飞行魔法阵。我刚才就感觉到了，天上有股无形的压力，好吓人。那些岗哨好密集，地面上至少有30个暗哨，还有魔法猎犬在巡逻呢。还是我们露娜视力好，我都漏掉了一个。查理，那些黑漆漆的管子好吓人，是什么东西啊？那是魔晶炮，威力很大，我们不能被它击中。破魔星魔晶炮，日曜级护体魔法都扛不住，硬闯绝对是自寻死路。找到了，魔法阵的薄弱点。真的吗？我们可以从那里过去吗？露娜，用你的风元素帮我掩护，我来压制魔法猎犬的嗅觉。好，包在我身上。走，我们趁机过去，动作轻点。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里，我们就离目标更进一步了。米西亚省这么大，找父亲无异于海底捞针。露娜，帮我警戒，别让任何人靠近。父亲是日曜级术士，雷射血脉，愈复后绝不会束手就擒，他一定会选能发挥血脉优势的地方。瓦勒扬平原开阔，能让雷射血脉的雷电之力发挥到极致。谈判地点在平原中部古战场，遇袭后他定会受撤。露娜，走，去瓦勒林平原西边边缘，父亲一定在那里设伏待援。
这片地方到处都是戈尔特人，得小心行事，不能暴露气息。出来吧，别躲躲藏藏的。外来者闯入我们的领地，找死！灵魂幻法。忘了，戈尔特人的血脉自带灵魂抗性，普通幻术根本没用。烦人的小东西！就这点力气，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没想到恢复力这么强，看来只能摧毁你的血肉根基了。沉。看你们还怎么挣扎！给我破！既然幻术没用，那就震碎你的神魂！破！这些戈尔特人也太强悍了，灵魂感抗性强，恢复力又惊人，还好解决了。他们的直觉太敏锐了，就算我收敛气息，也能被他们发现。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大批戈尔特人包围，只能换条路线了。这条小径地势险峻，戈尔特人难以大规模驻抓，应该能避开他们的聚居地。走，别出声。知道啦，我可没乱动。我的天，这么多戈尔特人，还有那亮晶晶的球一直在转。魔法侦测装置，戈尔特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飞过去绝对不行，飞低了会被他们看见，飞高了又会触发侦测魔法。那怎么办？我们还要找伯爵呢。伯爵如果还在平原，大概率躲在靠近河流的峡谷里。雷发血脉需要水源降温，峡谷地形也能限制戈尔特人的骑兵冲锋。可从丘陵到河流还有20里开阔地，全是草原，根本没有遮挡，怎么过去才能不引人注意？我也不知道呀，要是能直接找到伯爵就好了。要是有追踪术就好了。真灵册里的追踪之门需要目标信物，可我现在只有一张地图，连伯爵的一丝气息都捕捉不到，这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不行，不能急，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否则不仅找不到伯爵，反而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希尔文先生说过，戈尔特人嗅觉敏锐，灵魂幻境对他们无效，一旦被发现，就是不死不休的缠斗。等等，术士的血脉之力是独特的，雷息血脉的雷电能量有强烈的辨识度，或许能用神魂之力感应到。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太好了，我们找到伯爵了，快去找他吧。别着急，要想去那里，必须经过一处岗哨，那里至少有50名戈尔特人驻守，硬闯就是自投罗网。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伯爵在那里受苦吧？放心，我有办法。露娜，你先飞过去，只有你一个，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记住，飞高一些，避开瞭望塔的水晶球，别被那些戈尔特人发现。我可不敢赌他们会不会给你一剑。我不，我要跟你一起。我要是先走了，你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来不及救你。你这小家伙真是倔强。好吧，那就一起，我们一起想办法闯过去，一定能救出伯爵。好，我们一起救伯爵。好，我们开始行动。记住，一切听我的，千万别冲动。知道啦，我一定不拖后腿。这样就对了。戈尔特牧人常年在草原游荡，出现在边境很合理。
站住！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我是牧人，羊群被狼冲散了，想找些水喝。身上没有魔法味儿，也没有贵族熏香，倒像是个真牧人。快离开这里！前方是军事区，再往前走就砍了你的腿。谢谢大人，我这就走，这就走。第一步成功了，接下来就是穿过剩下的岗哨，抵达峡谷深处。这路也太好走了吧？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快饿死了。忍一忍，前面还有岗哨，别暴露了。欲速则不达，越是接近目标，越要沉住气。啊！又是一个逃难的牧人，真是晦气！管他呢，只要不是敌人，赶紧吃完赶紧走，别在这里碍事。来，吃一点，垫垫肚子。这是什么破东西，难吃死了！查理，你故意害我！别生气，别生气，先喝点水顺顺，忍一忍，等救出伯爵，我请你吃1个月大餐，甜黄古塔、蜂蜜蛋糕管够，冰淇淋无限量，草莓味、巧克力味换着来。说话算话，不许骗我！要是骗我，我就把你的头发啄光。放心，绝不骗你，赶紧吃完，我们还要过最后一道岗哨。赶紧走，赶紧走，别在这里挡路，再不走，小心挨揍。是，我这就走，不挡大人的路。又是一个胆小的牧人，真不知道这些牧人怎么敢跑到边境来，不怕被狼吃了？穷疯了呗。不过也好，省得我们动手，赶紧让他走，省得麻烦。最后一道拱哨也过了，接下来就是找到伯爵，完成接应任务。戈尔特人，你们的警惕终究还是差了一点。终于过来了，查理，我们快去找伯爵，找到之后，你可别忘了我的大餐。放心，不会忘的。走，我们去找伯爵，这一次一定要成功接应他出去，让戈尔特人付出代价。戈尔特人倒也精明，这种看似无藏身之地的地方，反而最容易被忽略。查理，我们找的人真的在这里吗？连只虫子都没有。错不了，我用神魂探查过，有微弱的生命气息藏在这里，只是被掩盖的极好。好多小虫子，它们在爬，还会发光。你看得到？这是我的灵力所化，寻常人根本感知不到。那是当然，我的眼睛可好了，再小的东西都能看清，毕竟我可是雪欧呀。找到了，居然藏在这种隐蔽的洞穴里。查理，慢一点，这里好陡。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掉下去的。里面有5个人，气息都很微弱，应该是伯爵和他的签兵。开！查理，有人来了。不好，是戈尔特人的巡逻队。父亲，是我！停手！都给我停手！查理，真的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是我，父亲。希尔文先生收到消息，说您被困在这里，我来接您回去。将军，小心！这不可能！帕拉塞尔学院远在千里之外，他一个4年级的学生，怎么可能突破戈尔特人的重重防线？他一定是敌人伪装的幻术师。没错，戈尔特人有蛮族祭司，说不定这就是他们用蛮族巫术制造的幻象，就是为了引诱您放松警惕。将军，您千万别信他。查理入学那年，我请他的舍友们吃过饭。当时来城堡里的是谁？是凯恩和伊恩。凯恩还抢了伊恩的蛋糕，被伊恩追着打了整个城堡。你这孩子，真是胡闹！谁让你来的？这里这么危险，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向你母亲交代？您是我父亲，我不能看着您身陷险境。父亲，此地不宜久留，戈尔特人的巡逻队就在附近，我们必须立刻离开，晚了就来不及了。不必慌乱，我们在此隐匿行踪。我已传信麾下精锐，
骑兵很快前来接应。凭戈尔特人的步兵拦不住我们凿阵突围。父亲，您被困在这里多久了？算上今日，整整10日。快吃点东西，恢复体力。吃吧，恢复体力要紧。父亲，出事了，现在能来接应您的只有我一人。我明明安排妥当了，怎么会只有你一人？希尔宁先生查到第7军军长借了帝国高官的命令，封锁了米西亚省所有通道，接应部队全被拦在了境外。这群人，将军为了止战冒险谈判，他们竟敢在背后捅刀子！我明白了，你是怎么穿过戈尔特人的重重封锁过来的？那些蛮族的岗哨可不是那么好绕开的。父亲，我已经是日少级魔法师了。你说什么？日少级？你才在帕拉斯比学院修龄4年，怎么可能突破日少之境？希尔文院长亲自为我护法突破的。我还掌握了灵魂魔法，能悄无声息放倒岗哨，最后伪装成戈勒特牧人，混过了外围防线。好小子，不愧是我的儿子。公子竟已达日曜级，有您在，咱们一定能冲出去。是啊，有日曜级魔法师在，那些戈尔特人根本不是对手。我们跟着将军和公子，一定能突围出去，揭穿那些小人的阴谋。父亲放心，有我在，咱们一定能离开这里。查理，你刚才是不是在说谎？故意说自己是日少级，只是为了稳住他们的心？怎么，父亲这是小看你儿子？伯爵先生，查理可是刚参加完全国魔法学院大赛，还带领帕拉斯卡学院拿了冠军呢。好小子，真是好小子，难怪你能闯过戈尔特人的防线，原来已是这般境界。有你在，这场困局未必没有转机。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父亲，你看，从这里穿过黑岩山脉的裂隙，再绕过3处岗哨，就能抵达帝国军的前哨站。黑岩山脉的裂隙地势险峻，戈尔特人大概率会在那里设岗，我们得小心行事，不能打草惊蛇。放心，我的灵魂魔法能悄无声息放倒岗哨，只要我们动作迅速，一定能顺利通过。我有个土系魔法，带1个人突围没问题，但5个人，我的精神力撑不住那么远。情况比预想的急，戈尔特人的包围圈每小时都在收缩，他们的猎犬嗅觉极灵，最多1天就能搜到这里。他们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就算您突围不了，帝国再派将领指挥就行。第5军团兵力又没折损。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让他们灭族的秘密，他们和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私通。什么？他们竟然敢通敌叛国！我谈判时截获了他们的密信，戈尔特人许诺割让黑石山脉矿魅，换拜占庭的军备支持。一旦事成，米西亚省就成了拜占庭插进帝国腹地的跳板。难怪他们拼了命也要留您，只要您活着出去，这密信一交，帝国肯定会放下内斗，屠灭戈尔特全族。哼，他们的联系还没落实，密信还在我身上，可一旦让他们知道计划败赖，今晚就会倾巢而来，强攻峡谷。他们怕了，怕您把秘密带出去，怕帝国的屠刀落下，这峡谷迟早会变成死斗场。现在你知道，我们必须活着出去，不只为自己，更为了不让拜占庭的阴谋得逞。土遁术带不走所有人，可所有道术加起来，或许能撕开一条血路，但我护不住所有人，莽撞突围，一定会有人伤亡。我出发时带了整整1队亲兵，126人，现在能喘气的就剩这5个了。实在不行，我们就硬冲。后半夜，我引动雷虚血脉炸开包围圈，你带着他们抢几匹战马突围，我断后。父亲，您现在还有几分实力，别冲动。怎么，觉得你爹老了？日照级，那是我30岁前的成就，这10多年难道是白活的？你知道术士的等级划分？星耀、月影、日耀，再往上就没听说过了。魔法师日耀之上是星宫魔导师，对吧？但术士突破日耀后，被称为原生法师，足以和星宫魔导师争锋，甚至能压过同阶魔导师一头。原生法师是术士挣脱血脉这里的关键一步。到了这个境界，血脉力量会在心脏位置凝结出元核，那是血脉源头的迹象化，就像你们魔法师的精神力一样。晋升原生法师后，我的雷电不再是单纯的元素操控，而是源自雷石血脉最本源的毁灭之力。术士向来因手段单一被魔法师诟病，星耀级只能引动血脉皮毛，月影级不过显化些许异象，可原生法师不同，血脉之源一旦觉醒，
身体就会开始神兽化蜕变。你看，我身体自然发力便能引动雷电，拳头能硬汉魔法，这种术法与体魄的双重巅峰，星宫魔法师恐怕也未必能及。也就是说，原生法师既能像战士般近身搏杀，又能像法师般远程攻击。不止如此，血脉源头会赋予术士独一无二的天赋神通。我的雷师血脉到了元生境，觉醒了雷域领域，方圆10丈内的雷电都由我掌控，哪怕是星宫魔导师的元素掌控，也为难不了我的领域范围。可惜这次被暗算时动用了太多本源之力，现在最多只能发挥6成实力，否则哪会被困在这破山洞里？倒是惊扰到你了。那您现在的6成实力能对付多少戈尔特人？普通战士来多少杀多少，但若是遇到他们的血脉祭司就麻烦了。戈尔特人的大祭司据说能直接激活他们的蛮族血脉，让他们刀枪不入。不过有你这日曜级魔法师在，我们父子联手未必没有胜算。到时候你带着卫队走，别回头。父亲，您既然能对付戈尔特人士兵，为何不早凿阵而出，非要在这里死守等待救援？我自有考量，你只需听我的安排即可。这把剑我拿着无用，给你，配合为父一同冲锋，他能护你周全。父亲，您说血脉之力尚存6成，可为何连握紧剑柄的手都在发颤？连日未眠罢了，休息片刻便好，休要胡言。您根本没打算跟我们一起突围，对不对？您说要引动血脉本源凿阵，其实是想燃烧自己当诱饵。胡说什么？我是原生法师，对付些蛮族杂碎，绰绰有余。您说血脉之力尚存6成，足以凿阵，可为何要把佩剑交给我？原生法师冲锋会不需要趁手的兵器吗？你不懂，这剑有雷纹加持，能增幅你的战斗力，对你更有用。我更不懂的是你的战略。凿阵讲究锐不可挡，当以最强者为锋。您作为原生法师，理应带头冲锋，为何反倒让我这个殿后的带着卫队先走？你这是把生路让给我们，自己要断后。别说话，你们都听着，伯爵打算独自断后，用燃烧血脉的代价换我们活命。可，查理，16年前母亲临终前让您护好我，不是让您用命来换。您以为这样我会心安吗？带着密信活着出去，却一辈子活在失去父亲的愧疚里。我别无选择，血脉之力耗损太深，不这样做，我们谁也走不了。谁说的？您忘了我是魔法师？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已经是日曜级了，是能被称过大法师的魔法师，你明白吗？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您教过我，战士的荣耀不是独自牺牲，而是带着兄弟回家。好，我们一起回家。这是希尔文院长给的暖阳药剂，能快速补体力和精神力。这药剂至少是大师级水准，院长竟给了你这么多。背着走没错，院长知道我来这儿，给我准备了不少。这件赤羽法袍能减日曜级以下火力魔法30%威力，您穿正好。这等珍品，日曜级魔法师都未必能有。30%火系削减，生死关头足以逆转战局，哪怕5%的差距都能让顶尖术士栽跟头。以我原生法师的体魄，穿上它，日曜级以下火系攻击基本能无视。学院大赛的冠军奖励，您就别推辞了。你更需要这个。魔法师本就身板弱，有这法袍护身才稳妥。父亲忘了我的天赋，火系魔法对我来说跟挠痒似的。寻常日曜级火系法师的攻击，我弹指就能化解。就算是日曜巅峰，我也有办法应对。这次我给您打辅助，您才是带队凿阵的核心，带着我们回家的重任全在您身上。好小子，这法袍竟还能凝聚火元素，增幅火系魔法，竟是魔导师级别的珍品。看来你这几年在学院没白待。那是自然，也不看是谁。疲惫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光彩。药力不够，顶多恢复了4成战力，还差得远。早料到了，这是深海凝露，能滋养身体和精神，配合暖阳药剂效果更好。之前怕你们体虚受不住，现在可以加量了。
还是差了些，多日透支太甚，药剂只能补一时之躯。相同药剂短时间内用3次必有反噬，能量平衡一旦打破，重则剧痛，重则精神力暴走，绝不能冒这个险。别担心，我还有后手。忘了说，我还精通水系治愈魔法。天地化生，水润万物。好精纯的治愈力，查理，你的水系魔法竟已到这种境界。将军，我的斗气能运转了，我又能战斗了。这魔法当真奇妙，比宫廷牧师的神圣魔法还要温和，却更具生机，太厉害了。幸好没出岔子，你们先慢慢适应一下体内的力量，我再给你们治愈一次，差不多就能完全恢复了。好，我们听你的。等恢复完毕，就冲出去，让那些戈尔特人看看我们的厉害。不能等了，再有1刻钟，他们就会形成合围，就算父亲恢复巅峰战力也难突围。父亲，您慢点，这是给露娜留的。术士恢复靠血脉，血脉运转要能量，不吃饱怎么打架？寻常时候哪用吃这么多？这次伤了本源，不多补补，雷清血脉可引不出来。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这群杂碎，害死我100多亲兵，此仇必报。西侧巡逻队出现空当，就是现在！呵，你小子难道也觉醒了血脉力量？怎么身体变得这么强？跟紧我，今日就让他们见识下雷师军的厉害。别管我，跟紧就行。伯爵大人强就算了，公子不是魔法师吗？这速度比我们这些专精搏杀的战士还快。到底谁是战士啊？我这10几年的武算是白练了。来得好！这是魔法吗？公子这锋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就是现在！快跟上！这哪是父子突围，分明是2个怪物在带着我们散步。是那个将军，首领有令，抓活的赏千夫长之位。兄弟们，立功的时候到了，把他们剁成肉酱，抢功了！原生法师全力爆发，竟恐怖到这种地步！太快了！这些戈尔特人能生死猛虎，竟连让伯爵减速的资格都没有。敢动我雷师军亲卫，定要你们血流成河！滴血滴血，关隘失守了！糟了，还是晚了，他们人太多了。是你，戈尔特祭司，我记得上次就是你的血祭狂化，
我的亲卫用身体筑成防线，上百人才换我片刻逃生时间。雷刺的小崽子，好久不见呐！这次看谁还能护你！抓住他，每人赏10斤肉干。不能硬拼，他们狂化后不知疼痛，人又多，我们的体力耗不起。那边有地形可以利用，先撤进树林，再找机会突围。伯爵，我来挡住他们，你和查理先撤。不用，今天我要为死去的亲卫复仇，也要带着你们冲出这死亡包围圈。父亲，小心身后，还有其他狂化战士。休想伤害伯爵！挣扎吧，你们越是挣扎，我就越开心。今天你们一个都逃不掉，放弃吧，你逃不掉的，逃不掉。今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父亲，不能恋战，我们必须尽快冲进密林，拖延下去，我们都会耗死在这里。查理，刀疤，跟我来，冲进密林！拦住他们，别让他们冲进密林！赏100斤肉干，升小队统领。该死，又是这鬼招数！父亲退开！我行真术，炼狱火海。这火术竟有如此威力！父亲，他们的图腾联系断了，快凿阵！查理，我想试着杀了那蛮族祭司。他有什么特殊能力？这些祭司都擅长玩图腾血脉，还能操控蛮族血液，难缠得很。他们是蛮神后代，凑在一起，血液能显几分蛮神风采。这祭司疯了，我们撤！去！蠢货！天真。你敢！疼了！蛮神血奶，力量再强不会用，也不过是废物。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抓紧时间，黑夜是我们最后的掩护。戈尔特人跟山林野兽一样，嗅觉比猎犬还灵，直觉更是邪门。以前对峙，黑夜作战就是大忌。他们能在黑夜里示无，我们只能摸黑瞎闯。父亲，气味和直觉的问题，我能解决。父亲，父亲，没事，为父只是刚打完恶战，有点累了。小心，前面是戈尔特人的山间营地，至少有2000人驻守。什么味道？也就山里的草木味儿，大惊小怪。再走半天，就能出山脉了。好，我们抓紧时间冲回去就安全了。不，我们停下。对，我们需要先停一停。现在停下，岂不是给他们追上来的机会？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夜里我们有黑暗阻隔，
山峰能掩盖脚步声，阴影能隐藏身形，但天亮后情况会完全不同。这些裸露的岩石会反射阳光，我们的身影在开阔地带会像火把一样显眼。山涧的溪流会留下我们的水渍，戈尔特人的猎犬能顺着水渍追出10里地。更重要的是，黑岩山脉是戈尔特人的老巢，我们贸然深入，就是闯进了他们的主场。白天和他们捉迷藏难度太大，纯属自寻死路。对，确实如此。山地行军最忌贪快，戈尔特人在这黑岩山脉经营多年，暗哨、陷阱、巡逻队比平原上严密100倍。夜间他们虽能夜视，但好歹有黑暗阻隔。可现在一旦进入开阔古渡，山顶的哨兵一眼就能发现我们的踪迹，到时候就是插翅难飞。你说的有道理。更关键的是兵力对比，我们只剩5人，而山脉里至少驻扎着3个蛮族部落的常备军，硬拼就是送死。那里有天然溶洞和茂密灌木丛，既能隐藏行踪，又能观察四周动静。记住，保存有生力量比赶路更重要。活着走出山脉，驻足山倒架，才能把密信带回去，才能为牺牲的兄弟报仇。公子说的有道理，是属下太心急了，差点误了大事。山里的黎明来得快，最多还有1刻钟，天就完全亮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找到能隐蔽一整天的藏战处，最好是有水源、易守难攻的岩洞，既能恢复体力，又能观察追兵动向。我来探查四周，你们跟紧我，不要发出任何声响。什么？土系你也会？公子，你之前用水系治愈，火系粉底，连催草木疯长的法子都会，现在连土系也精通，这哪是魔法师，分明是移动的魔法万花筒啊！公子这手段太厉害了，抓紧时间休息，等天黑再做打算，别浪费体力。线索就到这一段断了，好像他们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废物，一群废物！猎犬呢？循着气味找都不会吗？这么多人，连几个逃犯都抓不住。队长，猎犬只嗅到一点气味就没了，这土地硬得像铁，连半点翻动的痕迹都没有。绝地3尺也要找出来！土系魔法最擅长钻地，他们之中有魔法师存在，肯定藏在地下。真正的土遁法岂会留下痕迹？等天黑后，我们往西翻过黑岩大梁，再走100公里就是第5军团防线。不过今晚得先让露娜侦察路线，确保没有伏击。不，父亲，我们不能往西走。戈尔特人必然在大梁两侧设了口袋阵，他们知道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第5军团，西边是最明显的路线，也是最危险的路线。那你是说逆向行军，往东走？没错，我们先往东折返，绕开他们的主力布防，再沿暗影峡谷向北，穿过峡谷之后转西。这条路虽远几百公里，却是他们最意想不到的路线。妙，这招虚晃一枪太妙了。戈尔特人认定我们急于西撤，主力必然囤积西侧，东进能避开锋芒。暗影峡谷山峦叠嶂，我们小部队行军，正好能削弱他们的追踪优势，还能利用时间差跳出包围圈。公子这战略比正规军校教的还精妙，简直是神来之笔。你怎么想到的？这么精妙的战术，可不是随便就能想出来的。以前在学院看过的战史里写的，最危险的路线往往是最安全的。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这是我前世看的近代军事理论，没想到在新世界也能用得上。果然知识改变命运。公子太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的领头人，跟着你肯定能顺利突围。他们走了，往西边追去了，正好中了我们的圈套。等下半夜雾气最浓时动身，这次该轮到我们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了。不枉费我们绕了一大圈，终于从戈尔特的防线中突破过来了。查理，关隘防守严密，城墙上有魔法炮，巡逻队刚经过西侧。父亲，我已隐匿众人气息，露娜的侦察很到位，西侧防线的巡逻队不会过来。走，去关隘，耽误不得。指挥部那边必须尽快见到。我是坎特贝尔·威廉·卡文迪斯，第5军团军团长。
传我命令，立刻打开关隘。是军团长，撤掉魔法对准系统，快开门！等等，谁能证明他是真的？蛮族擅长易容，上个月刚有赤手被调包，没有指挥部手令，不准开门。你为什么？怪你知道的太多，挡了我们的路。好得很，第5军团竟藏了这么多蛀虫。坎特外斯顿伯爵，真是稀客啊！可惜指挥部说了，你已经战死沙场，现在的第5军团轮不到你管了。看来我不仅要闯蛮族包围圈，还要先清理门户。马库斯·索恩，给我滚出来见我！你们这群叛徒，敢拦我！上官，得我们认你才是。本来你战死，马库斯大人就能接管军团，现在只要你死在这儿，一切都还来得及。好，好，好！你们竟敢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装腔作势，放箭，给我把他们射成筛子！马库斯不敢亲自来，就派你们这群废物当替死鬼，告诉他，要么滚出来受死，要么我拆了这关寨。魔晶炮，准备充能，给我轰死他们！魔晶炮威力不小，别受伤。怎么回事？炮管卡住了，魔晶要过载了！你这小子连金属都能操控，碰巧罢了。父亲，机会来了，冲进去！杀进去，清理叛徒！怎么回事？兵器怎么反过来攻击我们了？挡我者死！马库斯·索恩在哪儿？说。在指挥部，他正在签署接管军团的命令。求你饶了我！正好，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接管我的军团。父亲，马库斯敢这么明目张胆背叛，肯定有后手，我们得小心。不管他有什么后手，今天我必让他付出代价。第5军团绝不能落入叛徒手中。我浴血奋战守护的军团，竟然藏着这么多叛徒。父亲，别担心，有我在，我们一定会清理所有叛徒，夺回军团。那些背叛者，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军团长，属下愿追随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清理叛徒义不容辞。好，有你们在，何愁不能清理叛徒？走，去指挥部会会马库斯·索恩。家族徽章还没换，哼，看来马库斯现在还不敢明目张胆，只是不知道他上位后还会不会听家族的命令。他上不了位，快到了，记住，见到马库尔别给废话的机会。你们留在这里隐蔽，守住退路即可，不用跟进来。是。走。确认，坎特波尔·威廉·卡文迪斯在黑岩山脉殉职，现由马库斯·索恩接任第5军团长一职，即刻起圣上。多谢军部信任，我定不负所托。军团长大人，您没死！你不是死了吗？妈，这不可能！军团长大人，您回来了。从今日起，第5军团恢复原有编制，所有参与叛变者自负待审，既往不咎；抗拒者以谋逆论处。趁我漫过魔法钟楼，复制清雅风也温柔，左手刀法，右手星火，一路向前从不低头。小队流言自在洒脱，我的传奇正在开场啊！
岛屿魔法童歌，少年的快活。梦无双修又如何勇敢做我？遇见踏破星河，骤雨轻轻落。一路花海满山坡，梦不褪色。岛屿魔法童歌，热血真吞搏。山海辽阔任我闯威风波，把命运都掌握，笑把坎坷踏破。少年意气最炙热，照亮此刻。